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在这里我们可以升级你的意识，透过了解很多宇宙跟地球的游戏规则，你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地球成为一位很厉害的地球玩家。那我是疗愈师月月，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了阿莎老师来到这个空间。在今年我刚好开启了一门课叫做丰盛灵气的课真的好巧，真的但是其实这个丰盛灵气在之前或者是说一直在整个圈子里面被誉为金钱灵气，它就是 Money Reiki。 我也是因为内在有很多的匮乏，所以才接触了这个灵气。 OK， 当我意识到丰盛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的时候，其实是我在意会到过去的我一直想要去追逐一些事情，无论是追逐一些成果，追逐一些表现，追逐一些外在如何看待我。然后我觉得当我真的追到的那一刻，我发现我这里是空的，然后当我发现这里是空的时候，随之而来我重新静下来去审视，那我自己内在想要的是什么，我才发现并不是外在的那些东西，可是为什么我会紧抓它？所以当我在开始意会自己的执着的时候，我就遇到了所谓的金钱灵气。可是当我真的在深入去了解金钱灵气的时候，我又意会到了一件事情，我发现金钱的场域之上，它还有一个很庞大的丰盛的场域，而这个金钱它只是在这个丰盛场域的一小个小环节，那是地球供应给人类我们生活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媒介，就是金钱。对。然后当我意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思考，那为什么大家都要叫金钱灵气？明明灵气在教的是连接丰盛的场域，可是为什么它要叫金钱灵气？方便法吧，会不会？我觉得是方便，而且它其实可以套用在不同的层面吧。不止金钱，那金钱听起来就很吸引人，对，然后大家来探索，但是其实最深还是走到生命的本质啊。所以后来我开始去探索丰盛这件事情之后，我才发现丰盛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回到好像脉轮在谈的海底轮，因为海底轮它掌管的4大能量就是人际关系、安全，可是安全感又包含了你如何爱自己，是，然后再包含了健康，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是金钱。所以我发现一个丰盛好像真正要开始流动起来，它是这4个元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然后又回归头来，好像这4个元素就是不外乎是人类所发生的一切狗屁倒灶的小事情，对，是，就是从这4件事情延伸出来的。是，那老师是怎么发现丰盛之于自己的重要性的？我其实从我开始工作以来，当然就是我家庭的白手起家，还有我爸爸离世的时候，其实是很匮乏的状态，所以我是自己就是一步一脚印。你知道我住在法国很久，所以我在法国其实是自己打工赚钱读书，然后包含我是学电影，但是其实为了生活生存，所以你讲到生存，其实我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匮乏跟还债的过程。但其实我要讲的为什么会顺流，其实我在生命29岁开启之前，我的确跟你一样讲的，就是我在法国我非常强大的艺术梦想，我非常清晰我要做什么，我要达到那个目标。然后我在那里，其实我记得我是电影系，但是我想要做编剧或导演，可是我记得我在最后1年毕业的时候，就有一个经纪人就找我去当演员。那我觉得求生存，所以我就去了。对，我就去。而且其实我现在回想，其实所有东西通灵，所有东西，所有你曾经学过的，其实都是为了成就我现在的工作，就是通灵。那在29岁以前，其实就是匮乏的状态，我就觉得好像自己要很努力很努力，即使我人在法国，我还是带着亚洲很努力很努力，我觉得我必须要很努力。但是唯一我运气很好是在法国我学到专业度的重要，我没有像亚洲集体意识在追求外在的条件，比如说艺术各方面，我们在台湾20年前是不吃香的，演员这个职业也更不吃香，因为你回来人家叫你整形，就是超级不一样。所以我运气好的，我的底气跟我现在走到专业，自从我开始通灵以后，我没有匮乏的东西，我金钱上的确没有，就很顺流，所以它只是锻炼了我认识。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不爱这个职业，我一开始一定不臣服的嘛，我就为什么要让我生命被转弯了，然后我觉得我没有跟巴黎好好说再见，然后我就被困在这，因为身体就开始很敏感，然后我没有办法出门，就是一开始是整个打开，然后很多很多干扰，很多你连接很多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你就靠自己一步一脚印，所以其实所有的路我觉得真的是走到现在，对我来说真正的丰盛其实是精神层面的，因为我也讲到说，当我愿意投注某一件事，其实金钱不会是我直接的匮乏的问题，但是是在我做这件事情在非常劳心劳力之后那种内在的收获。我当
艺术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内在的喜悦感跟你身为通灵人的喜悦感是截然不同的。对，那种不一样是哪一种不一样？我觉得一个是在灵魂道路，一个不是在灵魂道路，一个是你想象那是你要的。所以我就被转了一个弯。所以我讲这个只是分享，年轻人会觉得你们一直在讲热情，你要做自己灵魂的东西，可是我明明就爱这个东西爱得要命，可是我就是没办法达标，我觉得我匮乏，我没有办法平衡关系，给予跟收入之间。可是我会告诉你，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热情跟非热情其实它是一线之间，它有时候会需要一点锻炼，那锻炼以后你有时候会被转弯的时候其实是更清晰的一条路，它也许没有不好，就是那个宇宙背后的祝福它是需要时间去看到的。我觉得这句话很适合送给你对，表面你以为啊怎么会这么多冲撞，但事实上你再过2年3年就会发现其实原来早就被安排，而且这是最好的安排。我好像能够稍微体会，因为我过去其实是读商的，然后在我读商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一直必须得要去符合这个社会的条件，是你要选一个科系读。可是当我选这个科系读之后，我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把任何课本上的知识吞进去，硬吞也吞不了的那种。所以我从很小，我从1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往外跑，我就开始在课余时间不断的去往外探索自己要什么。然后我后来才发现，那些往外探索的过程，我一步一步从那一个我被应该干嘛定义的样子，然后找到了一点一点我自己的碎片，对，然后再拼凑出来。对，然后再找回那些碎片的时候，我发现我变得越来越有底气。当然，而且那个底气是我可以很大声的说，学校的知识没有办法满足我，但是我依然愿意完成这份任务跟考验。可是同时我有很坚定的心，更知道说也许那一些我自己找回来的东西才是我要的，而不是听别人所跟我说的。后来我就发现到说，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没有吧？对，是你比较对，然后反骨对，然后呢，所以我在成长路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困扰是，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样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声音是为什么你做不到，差在哪里？哇哦！然后后来呢，我就有发现到说，因为我是00后出生的小孩，我是2001年的，然后我真的有很认真的感受到00后小孩他好像出生下来的信念感就跟00前的整个社会集体意识完全不一样。有自我吗？我觉得有一点，就包括老师在书里面提到的，就是可能过去的我们的亚洲文化的信念是要我们努力，要忍耐，要先甘后苦，所以那些能量特质是很紧绷的，甚至有点是害怕浪费的，害怕做的哪一步是浪费掉的。可是我发现在我的世代，好像更多的事情是我要自由，我要真实，然后我要去体验，我要流动，我要很勇敢的去拒绝。可是老师是怎么看这些变化的？其实首先其实20年前我应该也是属于那种很反骨，所以我在大3的时候我就交换学生去，然后我就休学，我就留在那边。那我必须说法国人天生自我他们又更自由，所以我从台湾那个20年前的集体社会跳到，而且我是高雄人，我父母非常的保守，然后跳到法国的确反差很大。可是你讲的我懂，只是我会觉得我那个时候的体验，因为我误解了自由，所以其实你也造成了自己很多伤害，内心的伤害。那现在回想，你可以当我的小孩，我小孩成长过程我可能要讲说你可以自由，但你要学会尊重自己的心。我会跳脱传统教小朋友，就是告诉你要怎么做是最好，你要怎么去认识你自己的心。就是我觉得大家不管是全世界，不管加拿大、法国、台湾，我觉得连接到自己的心真的就是一个你到哪里你都有源源不绝的能量，你的心就是通往你的灵魂，那你认识到自己的心，你就有一个底气，你到哪你就是有弹性的，那你是自由的。但是我觉得我在法国误解了所谓的自由，因为那个自由里面我以为我走极端，我走另外一个方向，那我就获得自由。但逐渐随着年纪我就发现你有办法自律自己的情感跟理性跟感性，那才是真正的自由。首先那个自由是不伤及别人的，因为我们在走自由的过程，我年轻的时候也很自由啊，就是就是我觉得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好，我只在意我自己现在不好，所以我必须要让自己好，我没有强大的力量顾及到他人，所以我造成了伤害啊。现在回想说我的自由里面是缺乏自律，因为我伤害到别人。对。但随着现在住在加拿大，其实觉得它
的确不是一个艺术文化很蓬勃的地方，但它大自然力量非常强大，真的是叫好山好水好无聊。可是有一天你就爱上这个好无聊，因为你觉得你真的可以跟自己一直相处，那他们都很尊重对方。所以其实你在讲的00年代后的自由，我倒是想要反问你，你认为的自由是什么？就是你这个年代你在看我们，我好好奇你们在想什么，因为我不了解。对啊，我发现我好像以我自己一个人来讲的话，我去观察可能我身边无论是我长辈或者身边的比我年纪还要长的朋友们，我发现我有一个我不害怕失去的心，好像是就是输得起，对，就是敢玩。对，好像是就是我不觉得这些东西永远都会是我的，我好像只能暂时的拥有它，我可以暂时的认为它可以陪伴我，可是有一天那根线断了，我好像也可以很轻盈的去放手说没有关系，跟可以不去定义为那叫失败。我自己心中有一个很核心的事情是，当你还没有真正活出自己是谁的时候，你永远没有失败的那一天，因为你根本还没有到达那里过。可是到达那里也不是一个终点，就很像是我知道目的地，我能够感受体感，我知道我在往前，但最重要的是我在往前的这个过程，后来我才发现我的重点好像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好玩，所以我去玩，但我不会觉得有一天它是我的，有一天它不是我的，那种放手。但如果像你一直提到目的地，如果这个目的地拿掉，你是不是可以玩的又更无边无际？我觉得这是我最近在感受的跟体验的，因为我以前就是一直觉得我应该也要想我10年后、5年后、20年后，可是后来我发现 no 想不到的，没有办法，我哪怕想得到也都变化好快。当然我一直觉得身心灵在这几年好像宇宙的计划，就是好像大家如果愿意蜕变，它是非常快速到你连自己都不认识，但你就要是拥抱那一个一直在蜕变自己，不管是外境的变化导致你内在要提升，可是我觉得那种真正的自由就是真的你已经知道也许你不能有形塑一个可能性。就像我移民2年而已，可是我在移民之前我只要认真要想说那我将来工作怎么办，可是你就直接让他自己不要去想。为什么丰盛自由这本书会出来，其实我也真的在这本书在整个过程体验到丰盛。我没有设定任何东西，我刚去半年，那也因为一个很好的朋友，年轻女孩子，她离婚，可是她一切从头开始，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跟她说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组个课，然后你就可以学习网站，因为从头开始。其实真的就想说只是一个小课，所以各方面都是准备小课状，因为我不想要工作，我想要归零，我想要重新来，然后大家会说你去那边你会不会有中年危机，会没工作我真的没有想太多，可是没想到我在写文案想说奇怪，这个文案感觉就是大课，因为它整个从丰盛2024到2026，就是从丰盛到显化，包含丰饶。书里面也提到一个我们长期会探索身心灵，可是你也看到好多学员为什么走了这么多身心的道路，可是就是觉得好像一直在重复性，那个情绪就是知道了，可是又好像又打趴又打回原形。那最后高龄他就讲到一段我觉得很棒，叫丰饶其实是跟大地的关系。原来我们内在里面其实回到我们刚才这样积极营在追求目标，我相信那是世界的共同性，只是我们的集体人口密度更密集，然后那个包袱更大。可是加拿大也有积极向上的人啊，就是都有我突然明白丰饶其实是帮助我们真的更有底气，因为我开始在传讯的过程，我才明白原来我们人在生生世世的轮回，我们在物质的匮乏里一直在努力，其实一直在努力，所以我们跟大地之间有一个很深的愧疚感，因为大地它就这么全然支持我们，就像大自然一样，可是我们一直在掏空，然后我们都以为是我们内在掏空，然后我就发现丰饶意识真的就是跟大地和解，我才会觉得自己底气在真的稳下来。所以移民没有让我有不适症，反而会觉得我会爱上一个无聊的地方，因为真的就是没什么朋友没家人都没有，就是只有我们自己，然后你就真的跟大地有很深的连接。那回头过来台湾，你就发现其实我们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承载这么多2000多万人，然后大家都在掏情绪因为我们各个关系其实我们就相对在全世界比较弱势，就不被认可，不被我们的身份认同也是问号。我们刚才聊那么多，我们讲到底气，像你很自由的探索，很勇敢很斗胆，然后去探索，然后你发现你可以失去得了，
像我就会想反问你，当你觉得失去跟获得是不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到了，你会不会因为我觉得我不怕失去，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真的很投注在当下的珍惜？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问，会不会很跳？就是珍惜，比如说我可能看到你的课题里面，可以说吗？可以，就是我会觉得你的确有很多火的力量，你有很多生命的原动力，你有很多创意，你很敏锐，我觉得你的体质超级敏感，然后你有很多丰盛的能量，你是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就是需要一点累积蓄积能量。我会觉得也许你静下来，你才会知道你的阴性能量跟他们是很深的连接。对，然后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你有沟通不交恶，可是我觉得可能你的团队会希望你再深入的知道你那种母性阴性的力量，它是可以支持很多人朝向他要的方向，这就是你灵魂的重要性。但因为你年轻，它需要一点时间蜕变。所以不要急着把人推开。我真的会这样。对，我知道。然后不要急着否定这个东西不适合你，因为这些都是手心上的某个东西，就是都是你生命中在你生生世世曾经都对你好重要，然后这些都是滋养你的元素。可是你要把它推开的时候，你就误解了。其实很大功课是这个，对，因为他不想要看到你像吉普赛人。就是逐了一个巢，你就觉得这个不适合，然后又跑到别的地方。虽然你每一次都很精彩，我觉得那样生命很精彩啦，因为你也不怕失去。你再仔细看一个生命，它可能就是你生命中很大的学习，你就会蜕变，然后你就会整个很扩大。那我会跑出这些也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流就出现了。我觉得你都清理好多脉轮让自己很好，可是重要的是你如何更扩张你的气场去涵盖很多人受你支持，然后一起成长。那老师觉得母性的力量在丰盛的这件事情，他们会如何互相支持？我如果说身为妈妈，其实我最大让我气场扩展就是生了2个小孩。因为他很不上手，对于一个很飘然后到处已经自由习惯的我来说，我觉得好像就要固定在某个地方，一切都变固定。我没有想太多，跟你一样，很多能量就是没有想太多我就去做，包含就是去法国去很多地方回来什么一大堆。可是其实我觉得孩子让我真的可以跟地球好好的连接，然后进而和解，就是孩子那种非常日常生活的琐碎，你随时都要被打断，你没有办法拥有你原本的节奏跟习惯跟自由，然后你才真的明白其实你在生小孩之前那个爱都好小，你生完小孩才知道批判变少了，因为你觉得你的孩子永远可能都是你批判一辈子不完的。对，就会觉得当你批判这个社会是这样，可是你孩子就长那样子，所以你就会开始一个一个收回来，把框架就是解开框架，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框架，我是比你大好几轮的人对，就框架。然后第一个孩子生完，你觉得我这么爱这个孩子，我不可能有第2个孩子，因为我不可能再爱第2个孩子，就会发现你生完第2个孩子，你发现你的爱可以无限扩张。就觉得原来我有看不到的潜力，我们每一个母亲都可以扩张很多爱。所以丰盛它会是真的在爱的扩张当中不断的去累积它的容量的吗？对，我觉得还有信任。然后我真正感觉内在丰盛是与大自然的对话。对，与大自然的对话，我发现当我融入大自然，当我专注做一个很到位的事情，我才知道那个丰盛带来的金钱变得更有意义了。因为它是流动的，然后因为它是流入，而不是在于我一直在抓取匮乏满足的一个工具。我今天早上还在跟伙伴讲，我就跟伙伴讲说，就我发现真正让我开始丰盛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开始意识到这片土地跟我有关系的时候，就是丰饶啊。对，就是当我发现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力量的时候，是我在国际组织工作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群大学生，然后就是一股脑的，也没有人给我们钱，可是我们就是会想尽办法的想要去看见这个社会的议题，因为我们的国际组织是跟联合国合作，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看见这个地球的社会资源，哪怕到食物浪费，到教育的减缩，到我们并没有永续发展我们的社会。所以当我开始意会到原来这些社会到社群到土地，这些水资源土地资源跟我有关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爱有慢慢被长出来。对，我才发现我要爱的不单单是我自己，还有我们如何回来爱这一片我们所生长的东西。我觉得我刚刚想到那个母性的力量真的就很像是土地如何滋养我们，然后土地它有多少的爱给予我们。对，
那我们去抓取这些，或者哪怕是看见这些爱的时候，才会真正做交流。所以那个丰盛开始流动，好像就是透由这一些，我把我抽掉，我看见了我们，我局限在我自己内在那个苦痛的东西。对对对对对，在地球上我是地球人，我是一部分。对对对对对的时候，我才真的开始感受到我的渺小跟我的伟大。对，因为我发现现在的身心灵有一个问题嘛，就是我看见了一件事情是，现在的大家很会面对自己的议题，很知道自己的内在小孩、原生家庭、工作各方面。可是当我意会到了，我吸收了，我转变了，我内化了，可是大家好像就把这些东西收在这了，就没有让它流出去。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些吸收、内化、成长的东西贡献、付出，或者是回应给这个世界的大家？我觉得它才会开始流动起来。而且我觉得如果每一个台湾人我们聚集这份心团结，其实我们就不是像小媳妇就永远在这个社会地位，就整个地球我们还是需要被帮助的状态，然后身份不认同的状态。我觉得那个底气足了，很多东西都会蜕变。那台湾的集体意识会这样，跟我们跟土地的合作有关系吗？比起其他国家，你说的合作指的是就是连结的意思。高龄都一直跟我说台湾其实是一个灵性枢纽但对，它是一个亚洲很重要的灵性的点。那我自己曾经在暑假的时候，因为我们自驾开车10几个小时去班夫，那一路上你就觉得他们开车非常平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天生就容纳了很多不同种族，他们很少歧视。对，跟美国比起来，对，加拿大真的就是很友善，加拿大人非常友善，非常人道。你也知道，人道到收了很多难民，所以开始有很多社会问题。但我在开车去班夫的过程，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个时候刚好是台湾有很多问题，罢免一大堆，很多事情，然后我就在想，因为我很远，所以因为大自然很滋养，所以我很平静。那我就在想，是因为这块土地很大，承载人数比较少，因为人数跟我们台湾其实差不多，然后就觉得所以他们得天独厚，所以他们可以很平和吗？还是因为台湾能量资源短缺？所以高人就跟我说不，就是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能量点，但是我们在学习真的就是喉轮表达。所以我们从刚才你在讲你们这个年代就自我表达，我们想要照顾自己，自我表达，这是一个过程，包含很多情绪，很多冲撞，很多言语都在走对立嘛。你也知道，一个小小的地方声音很多，可是很自由。这在整个亚洲里面，我们也很好的象征了一个表达自由，就是自由意志，只是它需要蜕变，它需要蜕变到你更归于中心。你在忠于自己的时候，你也善待他人，你也有善待土地，你也跟大地连接，你这份爱是爱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团结的，有底气的。然后我们有很多人也是很优秀啊，就是我们有很多慈善团体在世界也是很优秀。所以我觉得不是土地不够有底气，或土地能量不够，是我觉得我们人还在过程里，好像还在释放，还在把过去背负集体的那种压缩自己的东西，在这个过程就是个转捩点。最近好多人都身心灵，我觉得9年后可能整个又翻转，所以我们会变得真正的不是自我中心，但是真正的是归于中心，但是又可以给予的。对。为什么是9年后？因为其实每个9年都是一个宇宙约定。对，就是一个9年就会翻一个页，然后9年其实我们这几年都是在疗愈喉轮。明年走1了，我才想起来，是吧？我不懂这个，可是我的老师法国人，他跟我说什么生命数字吗？对，明年是1。那代表说他讲我忘了，1就是开创的意思。今年是9，明年是很重要的显化之年。对对对，今年刚好有一个能量的收尾，那就因为走到9了，对对对。然后明年就是1了，因为去年是8嘛，8代表着丰盛，物质丰盛。所以它也代表着很多房地产经济股票，然后还有整个规模化 AI 的兴起，其实都是在瓦解很多我们重新看待钱的方式。可是我觉得它很极端因为像COVID 之后房地产整个就很多朋友都纷纷收起来，所以是很极端，对不对？我觉得是，可是就是好像要一直在这个极端的碰撞中，然后再去碰撞出一个新的平衡，新的道路。所以感觉就今年走到9，也发现这个全世界都有很多冲突撞击。就是好像到现在欧洲也在抗议嘛，对，前阵子尼泊尔，然后在之前美国，对，台湾也有一些小小的声音要慢慢出现，包括花莲的震灾嘛，对，我们很受保护啊。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很好。然后在这些小事发生过程当中，好像就真的是在瓦解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明年要走也不是小事啦，但是相对于世界的大事，对。
对，我们是受保护的。那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些台湾的能量流会如何开创亚洲的这个意识流的？我觉得灵性其实你也知道，其实台湾算还蛮前面的在灵性方面，但我们就是多元，现在比较零散，感觉就是什么样都有，可是慢慢我觉得汇集一个更归于中心的状态。归于中心是包括各方面政治、我们经济。现在其实身心灵在年轻人加入，其实我们还是会比较往外求，就是跟我们这些老人家就是觉得你们很棒，是创新，然后很多东西在玩，让它好像接近大众。但是我感觉我当然老人家也有自己的框架，我想说自己太娱乐了吧，就是有把通灵变那么娱乐吗？但是我发现其实逐渐2-3年后，他们是跟我说2-3年后其实都会更深入，而且那个深入已经不像我们老年，我49嘛，那比我们更资深，他们有可能真的又更勤能补拙，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这个已经有一点还比较新时代了。那接下来年轻这一批，他们真的就是我觉得他们走向坚定又温柔。那会经历什么呀？你说就是这个过程怎么去变成一个从娱乐到一个，因为你刚才说你们现在都喜欢自我表达，那自我表达当中坦白讲，年轻人就会觉得我要成功或者是有流量，一定是要带有一点点吸引人的东西，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其实喉轮蜕变到最后，它就会变成越来越沉默。其实真正很健康的喉轮，它只讲重点，然后越来越日常，就是我把重点放到日常里面，然后合并的。那现在当然还是会有一点娱乐，有点闹啦，对，有点闹，然后有一点噱头，尤其通灵的世界，我当然没有全看，但是偶尔看，能够感受得到，好像不是这样，我老了吗？就是抓取的方向不同，一个讯息解读方向也不同啊，然后哗众取宠的东西是有的嘛，对不对？这个东西，可是我不批判，我只是觉得很有意思。那我相信最后还是会走向一个专业，只是这个专业又比我们更创新，更贴近人，更轻盈的，更多变好玩的，更不会枯燥无味的。我们还是比较枯燥嘛，对，就不一样了。那老师有觉得就是现在在身心灵，尤其是台湾又是一个心轮又特别开的一群人，要怎么样去不把牺牲当奉献，而是找到那个平衡点？你觉得你会牺牲自己吗？我觉得有时候会。比如我自己感受到的牺牲是，我好像会有一种我要帮助，我要拯救，我要拯救，对，我要拯救不是牺牲，拯救是英雄。拯救不是牺牲啊，牺牲比较像是，其实像这个部分我们在年轻都有，看不是老跟新时代的不同。其实我要讲一句，就是我们不能拯救任何人，因为如果你够谦卑，你会看到对方的光，你会信任他自己会长出来，那你就不会让自己耗能，因为当你想要拯救，你想要过度支出的时候，你会太累，你最后还是回到自己，发现我根本不用。其实我们最大的困扰是设界限，因为不舍，或者是觉得别人真的需要你，或者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更好，所以我要很用力，但最后都会回到自己，因为这些你支出的能量它不够纯粹不够轻盈的时候，就是回到你自己，所以你自己就会瓦解，你就会匮乏，你就会崩溃，你就会分裂。其实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每个人都经验过，对，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经验过，但最后发现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代替宇宙把能量传递出去，然后我看到你有你的光芒，我只是一个引路者，我可以燃起蜡烛，那最后怎么烧，我信任你，你可以长得很好。我觉得就像我对我的孩子，我要真的信任，你就会发现他会发光茁壮。可是如果我带着通灵人老旧的就是一堆的经验，我觉得我在框住他们，因为你们不一样，我不能框住你们，我只能解锁我自己，然后我信任你可以。我觉得信任真的是我这阵子最大还在整合中的自己，因为我以前以为我是一个很信任自己跟信任别人的人，但就像老师刚刚讲的，我其实会心中那个点没过之后，我就会全放。我以前会也是真的是内在那个很不信任的过程，对，然后我就再去感受这个不信任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虽然我找不到源头，但我有发现我这阵子就在厘清这些。我觉得我走的第一个阶段是我信任我自己，因为我可能受了一些伤害，所以最终我发现我是我唯一能够信任的人，所以我变得很独立，我变得很坚强。然后我后来在走的第二个阶段是我开始感受到我也是能够信任别人的爱是存在的，我的生命当中开始参与别人，所以我让他们的能量进入了，但我还是有所防备。可是在那个防备过程当中有慢慢的瓦解我，让我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阴性，有韧性吧。
对对，然后当我接纳了这份流在我身体的时候，我下一个阶段是我又害怕失去了。我能信任这个东西是我的吗？或者说我能够信任这个流它就是因为我在发光所以我值得拥有吗？我觉得这是我下一个阶段去信任的东西。逐渐的你就会走向你同时接纳了光明跟黑暗。就是人性的黑暗就是永远知道，但你在当下你还是可以爱而流动，可是你是凭着直觉去走的，你不是防卫，你也不会把自己的脆弱揪在对方的阴暗面，你知道这是属于他的一部分，那他怎么样都可以，就是你会放过自己，你也会放过对方，就是你承受得起他是阴暗的。所以最终走到阴性跟阳性的融合，也会让我们真的离极端越来越远嘛。我觉得会善用但当然我有很多路可以学，我觉得也是20年的经验，我觉得我已经我不期待你有多真善美，以前可能就天真浪漫但因为我自己也接受我的阴暗面，所以我越接纳就是更落地更接地气，所以一切就是你来我往当中，我会很珍惜这份相遇，我可以柔软对待，但其实我会顺着缘，我不会强求，就不强求。我懂你说的，就是我要信任这个人，我要交托给他吗？我真的要交托吗？就是我一直会打架就是我双子座，所以一直打架是同时被流推着走，同时我也知道受过伤都会防卫，但逐步的你会瓦解这一个防卫，它已经不再是你的障碍，因为这会造成人际关系有障碍，别人嗅得到你没有敞开，但有些人你就是不能敞开，那是直觉，有些人就是流不对，我们不对平，那对平的人的确会有敞开上的风险。我觉得敞开上的风险，你会受伤，你会一直在想自己是对还是错，只要有醒思一定会想我自己是对还是错，就是过度反省，要不然是过度严苛往外投射，就是过度反省。但是最后我突然明白，真的要对自己好的关键就是我就只忠于我当下，但我友善的对待，可是我知道我们是说再见的时候，我也知道你会飞得更好，这就是一种很隐性的能量，我让彼此松绑。对。但如果我要像以前钻牛角尖，聚焦在他做的让我不信任的东西上，我是伤到我自己，不会伤到他。而且我就是把他的能量捆在我身上，我不会进步我就变得越来越防卫跟封闭。我可以远远的爱你，可是不代表我要靠近你去生活在一起可是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突然想要松开了？在这一刻我觉得是循序渐进的，就是你知道吗，一群通灵人工作毕竟还是有一些认知上的不同，尤其对金钱可能我认为那是诈骗但是可能他认知不是他可能认知就觉得神明说的就几千万可是我的认知里面觉得这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我就会退出但那个退出里面可能也没有选择火的力量直白的说出来，因为我知道都是一群刚接触通灵的，所以我给大家时间，我永远不会否定你们，但是我自己有谱，我知道不是我要走的道路，我就会退出，但会受伤会内伤，我会把自己关起来，就是他就会对着你说你就是躲在讯息后面的人，可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我不想要当判官，我也不觉得谁对谁错，我只是觉得我们认知很不同。那我觉得那个过程你会长出力量，是因为可能你是用爱或者用情感去交托，但之后发现人家是以成功目的为方向的时候会受伤也会受伤，但几年后我还是混得很好重点是还是混得好，重点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接纳阴暗面，但我会从一开始我就会很清楚的，我可以沟通了，我不会默默的退出，我可能会更清楚的表达我自己的立场，这就是我长出来的力量，所以我不需要防卫，因为我清楚我要跟不要。那真正的防卫是因为你还不确定要不要交托。对，就是又开又关，又开又关。那如果工作就工作，我可以敞开，但我不期待你们跟我一样保干净就是我没有期待，我接受你们的目的，但不代表我要合作所以我让自己更自由，因为我不匮乏的恐惧之下我才会自由。否则你在亚洲真的会有人脉跟绑来绑去的关系，我觉得大家被数字捆很凶，跟已经在台面上很有名的人捆很凶，你就没办法活出你专业的自由。可是那个捆住也是来自于不信任，所以才信任。我不相信我自己做得到，我觉得哇这是个好缘分，我要上他的节目。现在就不会被这个捆了，我就是加拿大的大地教会我这个，他教会我地球之大，我们都有自己可以茁壮走出专业的能力，就是那个位置是属于我的，我知道我在地球的定位，我就不害怕我在这个社会集体的人脉关系里我在哪个定位，有没有人提拔你，
然后有人帮你，所以有点像是靠近丰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顺流部分是，而且那个顺流也包含要接纳自己的阴暗面。对，应该是说底气还有你的定位，就是你不恐惧失去这个机会的，因为很多时候年轻人就是在选择与不选择当中。对，然后你也知道最近中国那个不是很多艺人必须要在那个位置，他们要牺牲自己，我们在艺术圈都遇到过，即使我在法国遇到美国导演也有这方面的潜规则，但要跟不要在于你。对，就是我要跟不要，所以我不怕输，在那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去认清自己，忠于自己。我觉得法国教会我专业的忠于自己，然后加拿大教会我接受别人的光明跟黑暗，跟自己的光明跟黑暗。那台湾让我接受了情绪是一个价值，那我们要怎么抛出有意义的情绪？我想问老师认不认同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自己发现在我身上有个规律，就是我在台湾所经历跟体验的一切，我需要离开这个地方，出去探索这个世界，才能够真正明白。就好像是我在我身上有发现到说，我有好多我在台湾的这个地方会受困于这里的意识场，所以我怎么转念，我怎么感受，我怎么去顺着这个流，我依然在这个流里面不断的在自我打架。就是觉得懂了又不懂了，通了又不通了。可是当我离开这个集体意识的时候，我会瞬间好多东西都会很顺。我知道，可是为什么？我举例，我们回到个人，可能你的灵魂里面有太多前世都在不同国家，所以你一一的靠这样的方式，就是有一个多次元的你在那边叫你，所以你就过去，你就觉得好不安。我觉得这不 OK， 然后表面上好像是你在原地不 OK， 事实上不是，只是你要把那一些碎片一个一个因为你是做疗愈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你在看更完整的自己。其实我们一辈子都在看，借由每个课程看到都是自己缺少，然后又慢慢补回来的那一块，即使到现在。对，那所有人都适用这件事吗？我觉得所有人适用，可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到国外因为生命的历程不一样。有些人只要去那个公园，去个星巴克，去个就 OK， 去个花莲就很 OK， 所以每个人舒张程度不同。像我就属于就是要出国，就直接搬来搬去那种，你的物理性移动。现在不会了，生完小孩就稳定很多。对啊，也是因为过去也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些碎片找回来。我觉得我一直好像在法国一直提着行李的概念到处搬家，不安分。我知道你的感觉就是一种住在这里就觉得好像少一点东西，我必须要离开重新开始。对，好像一直在打架这件事情。对，但我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都会带回不同的自己回来。然后也让自己，因为像我这阵子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嘛，所以我就决定月底的时候想要让自己去一趟葡萄牙。很喜欢真的吗？我没有去过，是我很想去。不是，我讲错，我很喜欢西班牙，可是葡萄牙是一个我很向往去的。我之前就是去西班牙，然后就这阵子一直有一个声音是你好像可以去葡萄牙一趟，甚至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去移民好像很便宜，25万。可是他不能去英国吧？之前好多人还是可以生根，他算生根吗？他是，因为好多人是透过葡萄牙移民去到世界各地，去英国读书什么的，好像是所以就是葡萄牙这个地方在召唤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以前很喜欢，就是那个葡萄牙很重要的一个歌手，对 FIDO， 我不知道怎么念，我们念 Fido， 我不知道怎么念 Fido， 葡萄牙歌手，他很有名，除非我记错了，我以前超爱的。真的那可以去，要不要去？我有小孩。那老师会觉得有小孩之后有牺牲吗？会啊，会。而且我觉得我当妈妈并不上手，我觉得成为母亲，我会觉得我凭什么可以让一个小小的东西变成一个健康的生命就是觉得我何德何能，然后好怕上社会新闻，就人畜畸形真的对，就觉得我凭什么我不够好，我怎么办法把一个生命放我肚子里，然后长得四肢健全对，然后聪明我觉得是我不知道是原生家庭那种女性还是传统那种没有价值感的东西我何德何能对。那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老师觉得生命当中当母性的这个力量被打开之后，它会让生命的丰盛流有所不一样吗？它会是必要的体验吗？跟金钱有关吗？
我觉得是各方面，因为我觉得母性的力量好像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我只知道爱会扩张，然后爱扩张，你的团队自然彼此间的爱就不一样了，不会是像学艺术一定很自我中心，就是很大不同。我记得自我中心包含通灵的初期，我常抱怨，我觉得为什么要做，因为太辛苦了。做疗愈是很辛苦我觉得当母亲之后，那个流变顺了，你在施与受之间更自然了，然后你在表达自己脆弱的东西也更自然了。我从一个我以前也不掉泪，然后以前我觉得是好强就逞强，可是你当妈妈以后，你的脆弱是可以被看到的，身边朋友也可以看到，因为你就发现你从零开始，因为身为母亲没有教科书，而且我可能还有一种我不想要像我妈这样这么只会奉献牺牲，对，我要走出新时代的妈妈，光是这个就是框架。因为我发现其实我逐渐学会是接受原来我妈妈会那样是正常，因为我变这样，可是我当然会觉察，就是我不会那么牺牲，我会平衡，我会照顾好自己。但我觉得身为母亲最棒的一个学习跟历练，就是我觉得爱里面是有分寸的。以前你没有当母亲前，你的爱可能很多情，可是你爱可是又匮乏，所以你就很痛苦。当母亲之后，这个生命真的跟你息息相关，那个爱变得更理性跟感性更整合的。不是脆弱小女孩要谈恋爱被爱被捧，也不是那种爱的要死要活永远没有办法拥有。这个小孩他就是跟你是同一个东西出来的，那个爱质地会蜕变会进化，然后变得更细致，可是又有母性的坚强。当妈妈真的你会发现自己是母狮子。你真的，我记得我刚刚有他们的时候，以前我才会想到被火烧死的画面，可能是女巫的过程，我在猜。然后我真的会有小孩之后，我真的都可以感受到，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你可以真的就整个站出来，为了保护这个生命，不惜一切，不惜一切。以前不会有这种质地。对啊，所以打开了母性力量，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找到爱的扩张，而且很大的力量，我觉得是底气了。所以我推荐大家都生孩子，当然不一定要生孩子，我觉得养个猫啊养个狗啊，就孕育的这份力量，我觉得也会开启它，对不对？不一样。我教2只猫，孩子还是甜蜜的负担，就是不同阶段不同的状态不一样，就是没有教科书的状态。那接下来阿莎老师会如何继续扩充自己的爱？这问题好难哦，你觉得嘞？你不是会痛吗？对啊，走完母性之力量，下一个阶段如何扩张？我觉得这几年一直续集的是阳性力量。其实我以前阳性力量没有这么强，我以前就是比较不敢说不敢拒绝，我是逐渐长出来的。那我觉得接下来下一步如果是高龄的话，应该我觉得是承载更大的能量，然后就是支持更多年轻人。这几年他们真的很帮年轻人。对，会不会是从孕育自己的东西到孕育众生呢？好像是。我觉得以前生孩子前做个案办课，你好像就是自己真的就是一个通灵管道的概念。但现在你会发现你跟高龄的连接承载的能量更庞大以外，讯息场更开阔以外，那当然有在慢慢提升了。但是最重要就是你不会只是一个传递讯息的人，你感觉到自己更有力量，也更信任自己。那你也知道陪伴孩子长大那个爱的扩张，你知道那个爱都在，而是跟高龄更大的融合，就是扩张，然后从小爱走向大爱。但小爱永远都是大爱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那加拿大土地也帮助到我，其实真的就愿景不同，你爱生命的方式不同了。就少了一个追求完美跟严苛。所以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丰盛的，我觉得好像回归到一个很核心的点，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一个丰盛的道路上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我觉得真实这件事情好像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去体验的一切，无论是黑暗面还是光明的那一面，但是你是谁的这份真实，你就会把自己逐渐的拼凑回来后，完整的自己你就是丰盛的载体，好像是这样。所以也谢谢今天阿雪老师跟我们分享的一切。那我们节目到最后我们都会有一个环节是抽卡牌，然后透由卡牌的讯息，然后给聆听这集 podcast 听众的祝福跟指引。所以我们会抽这组卡牌，阿雪老师抽。抽完你会解读吗？还是你抽你解读试试看？你解读好，那阿雪老师抽，我来左手吗？都可以。那抽给观众还是我？观众。还是要抽给你？不要。宇宙之心。那阿雪老师看到很像你耶。真的吗？就很像啊，好像有一点呢。然后有粉红色的背景看对啊，那灰色的椅子
非常非常可就很像爱。宇宙之星，那阿雪老师看到这张图有感觉到什么吗？我没有仔细看，我就看到月月啊。你其实没有像荧幕上这么阳刚。那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觉得？你是个女人呢？你解读，我解读吗？你先解。我们一起，好，我们一起。宇宙之星，它旁边是一只动物吗？我远远看不清楚。它很像，我看见的是鸟啊，但老师看见的是什么？站着的猫，胖胖的猫。你看，真的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就很像我家的猫。我觉得它也让我感受到刚刚讲的，就是如何用母性的力量陪伴自己，好像是。其实我觉得大地跟母亲的力量是很像的，是，其实他们真的是无条件的陪伴者。那我觉得大地让我学会，身为一个母亲，我不要介入太多，就是我不要用我的想法去期待，更不要用我的通灵能力去期待。我觉得他们需要就是更大扩张跟自由，然后有犯错的自由，慢慢摸索的自由。这是我在怀孩子的时候，我的高龄们就说给他自由，但当中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给他自由。你会担心说玩游戏玩成这样就叫自由吗？这是很真实的，就是玩很太多了落地的自由。我觉得为什么会抽出这张卡牌，很像是想要告诉聆听这集 podcast 的听众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内在都有那个自我照护、无条件爱自己的能力。但那个无条件爱自己的能力有没有无差别的对待自己？我们很容易去给予，但是能不能也收回在自己身上，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学习的。我好会给，但是我有没有把相同的力量同样的回应在自己身上，就像是大地之母她无条件的给予我们的那一份力量，我们好像也要有能力去接收它，去看见它。好像是这样。而当我们接收它跟看见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也是大地之母对，是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是源源不绝的。而且我也从大地或天地之间给自己滋养，因为身为一个疗愈师或通灵人，我臣服，那天地间给了我很多滋养，所以我适可而止。当我接受了天地间给我的滋养，我也知道自己的定位，我就不再期待谁可以帮我嘛，然后现在就放宽，我只能顺流，我不强求，我也没有拯救，我不觉得我有能耐拯救，我可以支持你，但我信任你可以做到。那界限就有啦，界限有了，你能量就不会匮乏了。对啊，所以界限也是很大的力量之一。而且其实真正的界限是没界限，因为你让这个流很顺其自然，自然而然，我觉得那是内在很大的变化。以前当我觉得我永远做不够，我想要真的有价值或真的帮到人的时候，大家就会一直来问不完的问题，然后你就会整个累倒。然后台湾又很拜托啊，拜托，然后吃个饭就从来没有一场好饭局，就是你很像对很多问题没有办法吃饭，然后你以前这么压缩自己，那当然不代表我真的神圣到我很愿意，因为我也会觉得我是妈妈，我回家要照顾小孩，我也会抱怨。那之后我臣服了，当我觉得好吧，我认清楚我的滋养可能来自于家庭、家人、朋友之间，然后天地之间，我放开了，我发现那些问题大家真的会找出力量拿回自己，不会再像以前全部抛问题了。我觉得是跟我内在有关，好像是我觉得那个界限的背后好像会回到信任。对，就是互相信任，然后也互相有界限，那就是一个非建设的状态，可是又在界限里。对，就是很尊重互相。可是那个信任要怎么养起，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就是不断的经历，然后不断的明白，好像它就是会有一个没有界限的过程，然后再慢慢长出自己的界限。而且一开始会有点笨手笨脚，就觉得我不要接电话，其实那个界限就是极端。对，其实那个界限更好笑，就是弹回来我自己了。可是好像我自己发现，我真的是两股极端的能量经历过，才会真正又回到中间，找到我要的东西是什么。很丰富啊，对，所以我也能够你也敢经历，已经是很棒。很多人在安全范围里，很多人是的，对啊，所以我好像就是这样，我就是自己要走一遭，然后走一遭才发现，好，这是我要的，这是我喜欢的。我觉得判别自己的喜欢跟不喜欢，保持这件事的觉察也是界限之一。当如果没有一个内在的喜好的时候，也会很容易在界限之间又迷失在别人的界限里面。对，是。对，所以时时刻刻的保持自己的觉知，好像就是从最简单的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问自己你喜欢吗？它就可以被发生。而且你们还没有像我们这一代还要敬老尊贤。对这是老人家是最大压力。所以好像为什么我们这世代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明白跟体悟，也是因为我们减少了很多需要去纠缠的那个没有包袱关系，真的是。所以我也很感谢我自己生在这个时代，然后可能真的我这个时代也有我的框架跟我的
要去跳脱的地方，但我也还在体验中。我现在学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真的跟自己讲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给时间对，好像是这样。然后那个慢慢来最重要的是你喜欢吗？这个当下不喜欢那我们就停止，如果你喜欢那就去做，哪怕是头破血流头破血流但也不一定要头破血流，但是哪怕真的会这样，只要你喜欢你也会享受它，就不会滋养更多的匮乏跟不信任。我觉得终于选择了，然后有承担的能力，对，就会很自然。没错，所以谢谢阿雪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有关丰盛的一切。那接下来呢，就是阿雪老师有把所有有关于他在丰盛的生命历程的体验当中都写在了这本书里面，丰盛之流的这本书。然后里面它包含了非常多有关于，我觉得我喜欢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点是它里面不讲概念，甚至是讲来我们直接坐下来做看来我们现在来实做一次，去真心的去感受那个流动在你身上感觉。所以喜欢这样子互动式引导自己而不是单方面吸收知识的人，可以透过买这本书，它就很像是一个锦囊妙计一样，你可以在里面随便翻。你知道我是怎么阅读它的吗？我不是一页页阅读，是随便打开一页。请你们不要当教科书，因为大量讯息你会吃不消，那你就随意翻。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会随便打开一页，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比如说我现在打开的，他就直接叫我静心我说好，那我们就来静心吧这样子。所以这本书它是一个集结了非常非常多从很核心的自己到外在的整合阴阳两面里内外自己的工具书，又是知识库，然后又有阿雪老师的能量流打开之后真的会进入一个很舒服的平静感。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虽然阿雪老师一直讲自己是老人家也许就是因为这几年的过程，所以才把这份平静雕琢的。明明就是你告诉我是老人家一直整个访纲就老世代跟年轻世代就谢谢你哦我想说好像是一个很值得聊聊的冲突感我喜欢冲突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也希望大家无论我们的身心灵在哪个阶段，去聆听自己跟信任自己就是最棒的阶段。所以祝福大家，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一期的 Podcast 找到自己在地球玩家跟 NPC 之间的平衡，然后希望你今天在地球也玩得开心，祝福你们，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你才20几岁啊？24。我的天哪。